保护千万资产的加密硬件，可能出厂时就已向黑客敞开大门。我们习惯给软件装防火墙，却盲目信任手里的芯片。一旦制造商在硅片留下后门，所有密码都形同虚设。今天聊聊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 的最新研究，一款完全无需信任硬件制造商的硅光子量子芯片，它用严密的数学验证取代盲目信任，从根本上消除供应链的安全盲区。在深入探讨这款芯片之前，我们需要先看清当下的科技环境。2024年8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正式发布了首批抗量子密码算法标准，这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量子计算的威胁已从实验室推演变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随着量子处理器性能的不断迭代，传统加密算法被破解只剩下时间问题。对于把亚太总部设在本地的跨国企业，或者那些掌管巨额财富的家族办公室来说，这是一种切实的安全隐患。你可以看看大城 Tai Seng 或者裕廊东 Jurong East 那些日夜运转的大型数据中心，里面承载着整个东南亚甚至全球的金融数据流。一旦现有的加密体系崩塌，海量的商业机密将瞬间失去保护。过去，我们依赖极其复杂的数学算法来保护数据，但现在，防御的战线必须下沉到物理硬件层面。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安全事件频发，硬件木马、侧信道攻击防不胜防。我们突然发现一个现实，不仅要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量子计算机，还要防范当下制造这些防御设备的厂商。如果在代工厂里，有人在芯片的几百亿个晶体管中动了手脚，软件防御根本无从察觉。这就催生了一个极具紧迫性的命题：在复杂的全球供应链中，究竟怎样才能建立起真正安全的数字防线？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触及密码学真正的心脏——随机数生成器。所有的加密算法本质上都需要一把钥匙，而这把钥匙的安全性完全取决于它是否绝对随机、不可预测。目前市面上的随机数生成器，无论是基于软件算法，还是基于物理硬件，本质上都是一个黑盒。你买了一块安全芯片，只能假设制造商是诚实的，假设设备在运输途中没有被篡改。但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 团队在 PRX Quantum 期刊上发表的这项研究，彻底打破了这种假设。他们利用量子力学的基本特性，开发出了一款可自测的硅光子量子随机数生成器。这款芯片采用了硅光子技术，将原本需要庞大光学平台的组件微缩到了毫米级的硅片上。光子在芯片内部经过干涉和测量，产生量子态的坍缩，从而提取出真正的随机性。这里的核心概念是数学验证。在量子物理中，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贝尔不等式。NUS 的科研人员巧妙利用了这个原理，设定了一个安全阈值 67%。简单来说，如果这块硬件输出的随机数在实时的统计比对中打破了贝尔不等式，并且得分超过了 67% 这个底线，这就从物理学定律上证明了这些数字是真正的量子随机，且绝对没有被任何第三方提前知晓或操控。NUS 的实验芯片成功达到了 69.1% 的保真度，这意味着即使这块芯片是未知来源制造的，只要它在运行中能通过这个数学测试，你就可以完全信任它产生的数据。硬件本身不再需要被信任，严密的数学与物理原理成为了最终的担保人。这正是零信任架构在硬件层面的实际体现。不过，任何前沿科技从实验室走向现实时，都不可避免的要面对商业与物理规律的权衡。作为理性的观察者，我们必须客观审视这项技术的真实面貌。根据行业预测，到2030年，全球量子安全市场的规模将超过50亿美元。目前市场上
其实已经有一些成熟的解决方案，比如瑞士的 ID Quantic 早就推出了商用的量子随机数生成器，东芝也在金融网络中部署了量子密钥分发系统。如果你去过网络安全公司 Cloudflare 的总部，会看到他们有一整面墙的熔岩灯，通过捕捉蜡滴的随机运动来生成物理随机数。相比之下， NAS 的这款自测芯片目前面临着一个现实的挑战：生成速率。为了实现那种极高的安全验证，这块实验芯片目前的生成速率只有64比特每秒，也就是每秒钟只能生成64个比特。要知道，现代商业通信网络的数据流转通常是100几比特每秒起步，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种速率上的妥协主要受限于当前光子探测器的效率和自测试协议的计算开销，所以我们客观来看，它不可能在短期内取代电脑主板里的常规安全芯片，但它的真正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在极端威胁环境下的最终保障。生成一个标准的 AES-256 位加密密钥，64比特每秒的速度只需要几秒钟，用来定期生成最高安全级别的根密钥，已经完全足够了。在速度与安全的博弈中，他选择了后者。对于那些掌握核心机密的机构来说，这种用效率换取绝对信任的物理屏障，正是未来构建零信任网络极为关键的技术储备。站在本地的视角，这项研究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新加坡独特的科技发展路径。作为一个资源有限的岛国，新加坡非常清楚自己的生态位，在通用的超导量子计算机赛道上，去跟拥有庞大资金和人才库的大型经济体直接竞争，显然是不明智的。那不是小红点的运作方式。相反，新加坡选择了深耕基础技术，在硅光子芯片、量子通信网络这些关键的细分节点上建立起自身的优势。当你走在伟一科技城 One North 的研发大楼之间，能真切感受到这种战略定力。这种深科技 Deep Tech 路线是在复杂地缘环境中构建数字安全的重要方式。当全球都在为芯片产能焦虑，为供应链可能受干扰或污染而担忧时，本地的科研机构正在试图从根本上绕开对制造环节的信任依赖。无论芯片在哪里代工，也不管供应链经过了多少个环节，只要能通过物理法则验证，它就是安全的。如果未来的数字基础设施都能采用这种基于数学原理的自验证标准，那么新加坡就能在全球科技生态中扮演一个提供信任验证的枢纽角色，就像它在现实世界中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一样。在数字领域，它也致力于成为数据安全的避风港。这不仅是对本地科技从业者的鼓舞，也为在此设立总部的跨国企业和投资机构提供了一个具有潜力的长期技术方向。在技术竞争激烈的今天，用精准的战略支点发挥影响力，这正是本地科研的一贯作风。从盲目信任制造商到用数学原理自证清白，硬件信任模式的转变，正是量子时代数字安全的起点。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保持对未知的敬畏，也要有拆解技术黑盒的理性。无论你是正在开发下一代产品的工程师，还是关注科技趋势的行业分析师，这条隐形的数字防线都与我们息息相关。你认为在未来的5到10年内，跨国企业应该如何应对量子计算带来的基础安全威胁？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专业洞察。如果你喜欢这样的科技解析，请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理性看科技，温情看世界。我们下期再见。